欧洲和美国同时变脸，被冻结的俄资产不可侵犯，这是为普京好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最严厉的措施就是冻结了俄罗斯央行的资产。后来又传出西方国家要将这些资金转移给乌克兰，用于赔偿战争损失。但是战争打了1年多之后，欧盟却在扣押俄罗斯资产的问题上释放了悬崖勒马的信号。美国那边呢，也放出了类似的声音。在谈到被美国冻结的俄罗斯资产问题时，耶伦虽然继续叫嚣俄罗斯应该为乌克兰所遭受的破坏付出代价，但是呢，他也表示美国对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处理方式存在法律限制。欧盟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被冻结的这些俄罗斯央行资金的储备相当于俄罗斯全年 GDP 的1/5。这个消息出来之后，中国网络上出现了一种声音，欧盟此举是因为发现乌克兰在战争中面临失败，也就是为了向俄罗斯示好。那么真实情况又如何呢？这恐怕与战场的局势没有直接关系。首先，欧盟和美国不敢把俄罗斯的央行资产吞没，更关键的原因是此举破坏了西方的法治和信用体系，也就是侵占了他国外汇之后，将开启一个潘多拉魔盒，树立一个非常坏的先例，直接破坏的是欧洲国家上百年来经济繁荣的基石。这个基石就是合法财富不可被侵犯。从瑞士银行的暴雷就可以看出来，欧洲金融业已经因为制裁俄罗斯而吞下了苦果，现在再不踩刹车，其他国家的钱，特别是富人的钱，就不敢存放在欧洲银行了，特别是那些与欧洲和美国都存在着竞争和冲突的国家。其次，欧洲也在俄罗斯有大量资产，给俄罗斯留有余地，就是给自己留下余地。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欧洲企业在俄罗斯也是有大量投资的，不存在西方单方面没收俄罗斯资产那么好的事儿。若是一意孤行，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第三，归还俄罗斯央行被冻结的资金的前提是结束战争。欧洲也可能以此来诱惑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因为欧盟并没有说现在就要归还俄罗斯央行的资金，所以这笔钱无法被用于解决俄罗斯政府的财政赤字，以此暗示俄乌停战其好处还是很大的。但是这笔钱以一个国家的安全相比，特别是涉及俄罗斯的领土收益相比，恐怕普京宁可遭受央行资金的损失，也不会让步。此前最流行的做法是，欧盟要用被他们扣押的俄罗斯央行的资产赔付乌克兰战争损失。为什么说这么做也不靠谱呢？因为美国是最近几十年来发动战争最多的国家，同样也没有对被侵略的国家进行过战争赔偿。而俄罗斯是否会对乌克兰赔偿，取决于俄乌谈判的结果。西方拿着俄罗斯央行的储备去援助乌克兰，不但缺少合理的法理依据，还将会带来严重的外交灾难，并且会进一步阻断和平解决危机的可能。另外，欧盟不会在吞并俄罗斯主权财富问题上走出这一步，与放弃支持乌克兰没有直接关系。对西方国家来说，只要俄罗斯军队不从乌克兰被占领的土地上撤出，只要泽连斯基政府要和俄军打仗，那么欧美一定会支持乌克兰打下去。在西方世界，支持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就是政治正确。我们没必要因为欧洲国家不敢侵占俄罗斯被冻结的资金就想得太多，因为他们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